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亲爱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看看4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他这个人太不上进，离婚后还赖在家里不走，住的还是我父母的房子。为了不让孩子伤心，我只能忍受。我现在已经改好了，有了一份工作，也在好好挣钱。我现在只想复婚，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我实在是害怕和他复婚以后，他又回到以前的样子，而且我父亲也反对我们复婚。我真的希望他再相信我一次，这次我是真的变好了，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再相信我一次吧。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王先生39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刘女士36岁，来自吉林销售。有请两位，有请。哎，先明确一下这两位的身份吧。对面这位女士是您的？算前妻吧。对面这位男士是您的？前夫。离婚多久？离婚2年多了。离婚2年多了。离婚离家了吗？离婚目前没离家。谁没离家？他没走，我们吵过很多次，然后我都撵他，有次想报警了，但是他就赖着不走。现在是您想复婚是吧？对，我有这个想法。您不复是吧？对。先说为什么离吧。因为他好吃懒做，自私，不赚钱。我们是朋友介绍认识的啊，然后我们认识的时候，他是一直在银行做保安工作。我们处了5年多，一直在银行，他就是也挺稳定吧。然后后期我们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吧，他就觉得银行的工作总上夜班嘛，有的时候也，所以就是想要换工作啊。然后我们后来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店，开了1年多，后期因为就是也不赚钱嘛，就不干了。从那之后他就没再上过班。那大概有几年没上班？那时候还没生孩子呢，然后一直到离婚前得有个5、6年吧。5、6年没工作？对。靠啥活着？我上班了，后期我做销售，然后1个月能挣4、5千。孩子多大？8岁了。男孩女孩？男孩。离婚之后谁抚养？归我抚养。抚养费他出了吗？他现在能赚钱了，就是给我抚养费了。啊，当时离婚是为啥？谁提的？您提的？我提的。理由是他不挣钱是吧？对。同意了？我也不想同意，但是没办法。现在咋样？有工作了吗？离婚之后嘛，我管他们家借了一部分钱，开那个客车工作，有一些收入，稳定的收入了。现在慢慢一点点自己在改变嘛。我觉得我改变了之后才上这个节目，希望大家帮帮我挽回这段婚姻嘛。人变了呀。但是我怕他复婚了之后，他又像以前一样，万一有什么原因又不工作了，又像以前一样不赚钱了，就在家待着，躺着玩手机睡觉。我不想复婚。他现在还轰你出去吗？轰我出去，但是我这个就死皮赖脸的不走嘛，因为我就不想走。我也没地方去啊，我也得看孩子，我也想孩子，我也分不开你。我就不走，我就赖着。你父母对他？我爸爸从我们认识的时候就不同意，因为他家庭条件也不好。没有钱，没有房，没有稳定的工作吧，也不能赚钱。然后就一直都不同意。然后就是因为当时就是喜欢，认为爱情，我就是非要在一起，也就这么结婚了。结婚之后，我爸爸也很少跟他说话，就基本不搭理他吧。那你跟前婆婆的关系怎么样？我们之前不在一起住，但后期我因为怀孕了，然后我前婆婆她就说要过来照顾我月子，
也没事等生完孩子能帮我带孩子，就是我们就在一起住了。在一起住的是我家的房子。照顾我月子时候，我说我想吃什么吧，我前婆婆她也不给我做呀，然后她只是做她喜欢做的和方便做的，就是有的时候不高兴了，她还摔摔打打的。对，后期生完孩子之后吧，我就又回去上班了。我前婆婆就在我休息的时候还想让我去做饭，让我去干家务。其实我上班一天我也挺累的，我休息的时候我也想好好休息，陪陪孩子。所以就是我跟我前婆婆这边矛盾也挺大的。后期是因为就是我们离婚了嘛，就闹得也特别僵，然后她才搬走的。那现在这2年这个离婚不离家，到底是说只是家里面多了一个租客，还是说其实还是夫妻？就是一个租客吧，还有一个就是我因为上班没有什么工作是跟孩子的接送时间能对得上的，我要是上班，他还能帮我接下孩子，就是主要还是迁就孩子。所以其实现在就相当于是一个孩子的亲爹是这个家里的租客，是吧？差不多。那他在这个家里影响你的生活吗？也有矛盾，也影响，因为有孩子嘛，然后有教育上的问题，他教育孩子比较严厉。有一次因为孩子做题不会，他就打孩子，给孩子就踢了一脚，孩子就磕到地砖上了，嘴都磕出血了。对孩子都是打压式的教育，像我孩子都有那个学的报个兴趣班弹吉他，然后我觉得弹的都挺好，也能弹出曲子。他从来都是不鼓励孩子，不是打就是骂，要不然就是在说孩子、训斥孩子，孩子跟他也不亲。除了孩子这个层面，还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吗？比如说您现在也离异2年了嘛，也算单身对吧？对。正常的活动什么的。因为我做销售上班嘛，同事之间有的时候会聚餐，然后聚餐的时候可能就出去肯定会喝点酒，但是我没有喝，就是太过分太多的时候，然后回来他也不高兴，不给我留灯，置气。我觉得这个问题吧，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对他的关心。回来那么晚，孩子想他；再一个呢，每次他这个人比较实在，因为喝酒每次都喝多，回来喝多了回来就吐，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当时这种关系呢，我也不好说什么劝劝他，特别温柔的劝劝他呀，我也不好表达我这个真实的情感，只能隐晦的表示一下，然后他可能就觉得我可能事情比较多，不理解。那你要是真的关心，那你可以打个电话或者怎么样。那你说，那你就给我甩脸子就有用吗？那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呀。那我也有脾气啊，我也有时候会生气。你有脾气，那跟我也没有关系。我自己出去吃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对你来说，你心里还有这个男人，对吧？还行吧，就是在一起。你如果心里没这个男人，你不会介意他的脸子吗？我生活的不舒服，你在我家住，我还得看你脸子。这个家我吃饭不很正常吗？是谁家的房子？这个家是我家的房子。离婚之后，我如果没有听错的话，是你问他们娘家亲戚借的钱是吧？对对对。都借给你了？借了多少钱啊？大概10多万吧。还完了吗？还了一部分了，因为一直在慢慢这个工作嘛，不是说一下子就能马上还作。所以你家经济条件比较好是吧？比他家好，有房有车，对你有点存款吧？他家是没房没车没存款吗？你离完婚之后，整个这个感觉怎么样？我感觉特别轻松，不用管婆媳之间的矛盾了也，我自己住的特别的方便。我跟我爸之间的关系也缓和了，因为我爸同意我离婚。听懂了，那么着急复婚啊？当然着急了。为啥？因为我觉得我们当初走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有爱才走在一起的嘛。当时这个你不否定哈？对，不否定。虽然这个过程中嘛是我的原因比较大，但是爱情还在。我感觉爱情、亲情，而且还有孩子。不，你先问他有没有爱情？有吗？不记得了。那还有亲情，还有孩子吗？为了孩子，你们俩没有血缘关系，哪来的亲情？为了孩子，我觉得不是孩子是孩子，孩子跟你和他有血缘，只能说孩子，反正我还是希望还是走在一起，有个完整的家庭。我好奇，为什么2年你不搬出去？因为我没地方去啊。那就算赖上人家呗。就赖着我也不走。为啥？因为当时我就不想分开。因此说白了，实际上面你没有给这个女人任何的空间和时间去考虑她要不要跟你在一起，对吧？我考虑的是我不能。不是你考虑的，我问你是还是不是？
你可以这么说。因此，其实就出现一个问题，他没有一个重新认识你的过程，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就也许你觉得变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担忧未来的你还会变回来，因为你压根儿没给他一个距离和空间，你能理解吗？就你在这个地方给他带来的更多的，也许你做得很好，但是在他的心里面，女生的心里面看到的都是不堪，对不对？对。比如说你对待孩子的方式，你对待他的方式，你赖在这个家里的方式，他都会觉得很难受。我说难听点，这个逻辑叫无赖逻辑。可以理解，我就现在不是可以理解，就是一个无赖。我现在就是个无赖，我就要赖着他，让他跟我复婚。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不跟你复婚啊。你就达不到你的目的，你听不懂吗？明白。就是你曾经用无赖的方式，或者你认为有效的方式，娶了这个女人，征服了这个女人，但是当这一纸婚约结束之后，你试图再用这种方式挽救她，没有用了，她不再害怕了，她甚至还反感，所以没有用了。你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这个说的特别对，用这种无赖的方式确实是没有用了，但是我也想不到一个特别好的方式来怎么挽回她。挽回他呢？你要给他独立思考的空间呀。所以你说你变了，我认为你根本没有变啊，这就是他所担心的呀。借了亲戚10几万块钱，钱还没还完，对吧？你就说你就想复婚了，你先把外面欠的饥荒还完啊。如果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会觉得这个男生就是看中了他家的钱，就是想吃软饭，赖着不走。你同意这个观点吗？你肯定不同意吧？我肯定不同意。但是外人看的都是这一个结局，为啥？离了婚还从人家捞了10几万，还了吗？还了吗？肯定是会还的。还了吗？没还完呢。还了多少？大概还了一半了。为啥只还了一半？2年时间。因为孩子的生活呀。各种生活开销，孩子的生活费不该你出吗？对呀，因为我出。他出吗？出了，后期出了。交房租了吗？那没交房租。那不就是吗？你跟我这么说有啥用？亲戚朋友是不是这么看，兄弟？对。就我们初次见面，我一听这个我都这么看，亲戚朋友肯定说的比我还难听吧？所以你不能用那样的方式是没有用的。有过复婚的任何打算吗？没有，从来没想过复婚。采用过什么手段让他搬出吗？采用过呀，就是把他衣服都扔出去了，然后他还不走，我想报警。对呀，因为有离婚证，但是他就抢我手机，完也没报警。然后孩子在家，害怕让孩子知道，害怕，然后他也每次没走成啊。所以你会很别扭，对吗？他在。对。我真替你急。其实你前妻已经非常非常的宽容你了，你还用这个手段，就唯恐他跑得不快是吧？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怎么解决？明天她改嫁了，人老公要住进来，你怎么办？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想啊，兄弟。明天人家改嫁，老公住进来了，你怎么办？就算人家不改嫁，人家有个男朋友再要住进来，您怎么办？我肯定要阻止啊。你以什么身份阻止？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父亲咋了？前夫是个什么身份？前夫就是陌路啊。前夫是没有身份的，像前男友一样没有身份。你用什么阻止？没有什么理由。我问你呢，动脑子想，你用什么阻止？你是真的要把他逼到那一天吗？然后无力回天吗？当然不是了。所以你傻嘛，你不能用这个态度。那我现在就是赖上他了，我就想跟他复婚。我问一个问题啊，就如果他不在家的话，孩子的接送怎么解决呢？现在我听明白，就等于爹在家，孩子还有一个接送。他现在在这个家里的核心功能叫接送专员。如果他不在的话，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孩子现在8岁了嘛，然后给他带那个小区门卡，晚上他自己可以就是走回来也。现在孩子长大了。近吗？挺近的，几分钟。妈是比较放心的是吧？那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呀，我也得赚钱呀。孩子花销也特别大呀。听懂了。
哎呀，挺难的是吧？对呀，我要是有时间，我放假我肯定会去接孩子。那没有时间没有。这2年没有谈男朋友是因为什么呀？主要因为孩子吧。也不怎么去跟他解释啊？我还没告诉孩子我们离婚了呀。所以是因为他住在这儿，儿子就认为爸妈还是一个良好的关系。对对。有人追您吗？没有。你看他干嘛？那没有。不是你问你有没有人追？你看他一眼干嘛？我就习惯往那看了一眼。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莫名其妙的关系。全都是互动和纵容产生的结果。他看起来可恨，你也挺可恨的。对，就你把这个事情做的让双方都没有余地和退身步，特别别扭这件事儿做了。我倒觉得重新梳理一下关系，未来是不是能复婚再说，你得先把关系捋清楚了，你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你现在这么稀里糊涂，一定会完蛋。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伯鸿兄，确实当年才30出头的丈夫，在家躺平5、6年，吃软饭。我相信天下没有一个妻子能够忍受得了。你们当时选择离婚太正常了，你认为自己改变了，我就可以复婚了，凭什么？你如果说真心诚心想复婚，那是要表现的，而不是表达。方法很简单，先从这个家搬出来，主动搬出来，然后再去完成一个必须的环节，重新恋爱，重新追求，否则没门。您今天虽然有钥匙坐着这个房客，这个门迟早也会被关的。谢谢。谢谢伯鸿兄。于老师，我能理解这个无赖的逻辑啊，反正我赖上你了，你也不好意思谈恋爱，也不方便谈恋爱，反正有孩子你也不太好翻脸，他就吃准你这个了。如果你这个无赖的逻辑呢，人家给了你这个机会，但你没有好好表现呢，让你留在这当房客，那给了一个你关心他的机会，你关心了吗？没有。留在这儿给你当房客、当爸爸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当好爸爸了吗？也没有。其实为什么无赖逻辑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是因为你太自私了，太自我了。按照你自己的逻辑，我得到就好，我不管别人怎么样，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这么下去，你能征得他的同意和你复婚吗？不可能的，你得不到这个结果，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以稍稍用点脑子就懂得，你要做2件事情。当然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得懂。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只有这2种方式，你才能堂堂正正的做一个男人，然后别人才有可能会重新看待你，然后才会有新的机会。所以现在就是你了，请女方坚守你的观点和立场，不要有任何动摇。谢谢于老师。珊娜老师，复婚吧，为啥不复啊？他现在为啥狗皮膏药一样的黏着你呀？因为你有能粘合的那个地方啊，你确实需要他。你刚才自己说了，孩子放学需要他接，有的时候你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需要他带孩子，你不就给他希望了吗？但他也是孩子的父亲呢。是孩子的父亲。但是在你们关系没有划清楚之前，或者说没有达到你想要的你们分开的这种相处模式之前，你这种的所有的就是在给他希望。所以我就说复婚了吧，还能差到哪儿去啊？因为说白了，你也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女人。虽然你这婚事离了，但是你实质上你只是领了个证而已。我在他那儿不想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努力是你要做的，你要么就认命。你要是不认命，你强硬就要强硬到底。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展开新生活；2，你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我们说复合的条件是什么？复合的条件1，两个人还爱着；2，过去的问题得以解决。你们俩一条没占，甚至更加恶化，
既然不能复合，那为什么要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呢？你有很大部分的原因。2条路，你要么认命，要不然就不复，就告诉他你的界限在哪，你的底线在哪，别两头都不挨着，就这样。谢谢山大老师，田老师，不能复婚。我走。你觉得我这么做2年，你会怎么看我？我觉得听明白了吗？你就看他这回答，你就应该明白他内心想的是什么。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哦。为什么会这样？你们有了距离了，开始变得独立了。你自己觉得，离婚之前的日子你活得像个人，还是离婚之后的日子你活得像个人？我现在觉得都不像个人。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离婚之后关系没有梳理清楚，你还是不独立，还是在那儿。别人给你的所有的社会评价和舆论，知道这件事儿的人都说你是赖皮。搬出去就在同一个小区，我该看儿子看儿子，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该去工作工作。你看还有人说你吗？
你就自己不会说我都不是一个什么什么。为什么会自我评价变低？就是这样的嘛，因为关系没有梳理清楚嘛。所以今天来，你要说复婚，真的不建议现在，不建议现在。但是不管怎么做，你要做的第一步是一定要搬离这个家，一定要搬离，搬离有机会，不搬离连机会都没有。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想说，咱们在一起呢，是因为爱情在一起。虽然结婚之后呢，我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也请你看在我这个有改观的情分和孩子的情分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同意咱们俩复合。我不同意。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不能。啥机会？说清楚，复婚的机会，还是等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改变的机会？复婚的机会。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黄宏兄预测一下吧。没戏啊！我真是想帮他，你都帮不了。对啊，所以男出女不出，肯定。于老师，男方要的是复婚，不是机会，这就是他为什么复不了婚，啊，肯定赖皮膏药还要再贴的嘛，男出女不出。山大老师。我觉得就是他们就会一直就是这样的关系一直。这个关系就是乌七八糟，你知道吧？对，就是到最后这两个人的人生都完蛋了。对，他一直不会办，他也会一直给机会。他越要付，我越不付。拉扯呗。对，就拉扯，就继续就男出女不出嘛。但女不出其实没啥意义。你想和人在一起，你想就是不离开。那你得按照对方需要的方式或者对方接受的方式去相处啊，对吧？你就搬出去，你更独立，更有责任心。也许这个女生有一天，哎，重新宽容你了，又复合了，都是用这种强扭的方式，那怎么可能？哎呀，我觉得男生也别出来了吧，你别出来了还有机会，你出来还就没机会了，双不出。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哎呀，这想帮你也帮不到啊。那你跟他说点什么吧？也可能像刚才主持人和各位嘉宾说的那样，可能我的方式和方法现在还不对，但是呢，我希望你看到我日后的一点改变吧，用正确的方法来挽回你的心，挽回咱们的婚姻。谢谢您，请回吧。来了解下一位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现在已经34岁了，就只想和他结婚，过安稳的日子。可是他的要求太高了。我要求的都是最基本的房子和存款了，而且我比他小9岁，我可不想那么早就结婚。就因为他岁数小不懂事，总招惹到一些对他有不好想法的男人。我和那些人只是普通朋友关系。他总是往别的方面想，一点也不信任我。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卢先生35岁，来自黑龙江中医；女嘉宾丁女士25岁，来自黑龙江学生。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
这个谈了3年了是吧？对，3年。今天是来逼婚的是吧？因为我的年龄也已经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所以说，我也打算走下一步嘛，想进入婚姻的殿堂所以说我想看看他的想法。逼婚就逼婚，干嘛说看想法啊？毕竟2个人的事儿嘛。就是你要都谈好了，就只看想法，下面就看过了嘛，是不是拒绝他了？对，我很明确，就是不想结婚。您现在还是在读研究生是吧？对，还在读研。什么专业啊？运动康复学。好专业，好专业，好专业。行，就读书吧。咋了？为啥非要结婚呢？聊聊呗。因为年龄已经到了嘛，所以说，家里也比较着急，我也是比较想要结婚了。我就是很明确不想结婚啊！现在过年的时候，今年年底，然后他妈妈给我包了个红包，我挺开心的。其实收到那红包，这上面写着，但是写着是百年好合，早生贵子。我一看这些话，我就更不想结婚了。现在被他妈妈逼婚，那结婚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被他妈妈催生孩子啊？那你说以后是不是什么事儿都得听他妈妈的？是的呀，首先我妈她也是岁数大了，老人嘛，她着急也是能理解的而且我妈妈还是比较听我的。这个以后婚后有一些什么婆媳关系这是不用担心的。那我还是应该以学业为重，我认为我应该是毕业了以后再结婚比较好。正常考研的话，也有很多人能结婚的呀，这个我感觉不耽误那你要是想结婚的话，我个人是有要求的。提要求。对，首先就是应该有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好嘛，要求可不低100平米，行。你能做到吗？100平米的我现在没有，但是家里的房子也算可以吧，有个80多不到90的房子。如果非要想要100平米的房子的话，可以把现在的房子卖了换个大点的，这个倒不是问题。那你应该有一个100万的存款吧？对啊，你看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嘛，那你看以后要是家里人突然生个病什么的，急需用钱，都需要有存款。那你看度蜜月、结婚都需要存款。100万存款，我现在还真是没有。其实，按我这个年龄来说吧，100万存款也是很正常的一个要求。但是前段时间，因为一些原因呢，创业失败，导致说现在的经济情况可能达不到他的要求最后就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事业，比如说在一家3甲医院考上主治医生这个职称，这样他将来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都有所提升，对他未来也是好的。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人对未来的规划就是太模糊朦胧不具体，我看不到很明确的方向，觉得他总是在敷衍我觉得我会的，他说的什么我会考证，他会给我买房，然后也会做到一些让我满意的事，但是总是不具体，觉得他在敷衍我。这个事儿吧，因为我不是说一个非常愿意说承诺特别多东西的人我不喜欢假大空但是我也在付出我的努力，我也在积极的考证，也正在努力的工作，努力的挣钱，只是需要你给我一定的时间而已。虽然你说这些，但是我还是坚定我就是不想，现在不想结婚。哎呀，听起来女生提了很多很苛刻的条件，这个背后其实在我看来就是爱情没点燃嘛。日常这男孩对你好吗？好。怎么好？让着我。还有呢？听我话。还有呢？宠着我。好，他会发脾气吗？会发脾气。他在什么情况下发脾气？是在我向他发脾气之后，他会发脾气。他那么让着你、宠着你，为什么在你情绪极端的时候，他比你还极端？不够爱。这不答案肯定不是那么简单，不爱嘛，而是说他平常在正常情况下对你的包容和宠溺，是在他能容忍的范畴之内的。那个多多少少也有一些掩饰，我说的对吧？差不多吧。那个红包上面是印的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还是说你母亲手写的？印的，红包上印的，是吧？是不是印的？那你为什么会那么多想呢？
你怎么那么抗拒呢？你怎么那么抗拒百年好合呢？因为让人感觉像是在说夫妻。那你就是不想要夫妻关系喽？确定现在不想。现在不想，什么时候想？想毕了业。毕了业还有几年？3年。就3年以后才能结婚，对吧？嗯。就他得等3年。嗯。这3年之间有了变化，还嫁给他吗？这些都没发生呢，我也是不确定的。所以确定为什么不嫁给他，你能特别明确吗？不够喜欢，不够爱，觉得时机还不到，还是什么？因为你刚才提的所有的条件，都像一个门槛儿，你在筛，他合不合适嘛？他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嘛？直接告诉人家嘛，这有什么好隐瞒的呀？直接说嘛。现在就是他没什么，你就提什么条件。他身上还有很多毛病啊。什么毛病啊？他特别大男子主义。你不是说他宠你吗？包容你吗？怎么又大男子主义呢？考完研之后，在海南兼了职，做了一份服务生工作，然后那里面有3个人，然后店长还有男店员，他们2个对我都挺好的，然后他就觉得不开心，觉得我冷落了他，非让我删人家微信。不是像他说的那么简单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俩之前经常微信聊嘛，平时的时候我俩联系非常的密切一些，但自打他去那儿工作之后呢，好久都不回话，然后我就把电话打过去，我问他，我说你平时那么忙吗？一个饭店而已嘛，怎么可能说连个回话的时间都没有啊？本来就很忙。从早到晚，除了饭口以外也是有人的，而且我还要去在前面给他们点餐，还要收拾桌子，一直都很忙，确实是很忙。这个倒先不说，主要是什么呢？有一天他把他们男同事的一个照片还有一个视频发过来了，特意说了一句：“你看我们这个小伙长得多帅，还会做饭，真优秀。”我当时我就非常的不爽。还有一次呢，是我们一块儿去逛街嘛。逛街的时候，我就发现经常他在摆烂电话，我当时我就挺好奇的，我说跟谁聊天呢？让我发现了，原来他在跟那个男同事在聊天，聊天的内容让我非常的生气，说什么我们在一块儿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感觉挺开心，我们挺合得来，而且说什么还要约他去那个男同事的家里一块玩，我能不生气吗？那些都是客气客气，他总当真，我就都没确定呢，只是说一说。不是你要确定什么？确定真的去旅行，就是人家说客气来我们家做客玩旅行，我说可以啊，好啊。然后他总是就拿这些说事儿，还让我删人家微信。我感觉这个事儿就已经涉及到我的原则问题了，这必须得删呢。而且不光这个事儿他们不是2个男生吗？在店里，还有一个店长，对他来说，我感觉也是对他有意思，又带他去逛街，又购物他也不知道拒绝，他对异性的边界感特别的弱。他们对我都是普通朋友，都很好，而且带我去逛街的时候，当时店长跟我说是给大家买的，店里还要看人，就让店员在那儿，然后他领着我去买的，是给大家一起买的东西，不就给我买。那为什么光带你去，不带他们去呢？他们在忙，都说要给人看店而且就一会儿。你只是自欺欺人罢了。你这逻辑就不好。你看我教你怎么追问啊？为什么回我短信的时候没时间，跟店长逛街的时候就有时间呢？你看你这逻辑上面你没跟上，对吧？你看，那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吗？店里那么忙，怎么还有时间店长带你在营业时间去逛街呢？没逛街，就是去买东西。买啥呀？买吃的，就是给大家的吃的。买的啥呀？吃的那个肉啊、饼干啊什么的。都吃啦？一起吃的，大家。好。那你说他怀疑有没有理由？那最后我还是删微信了吗？而且我也跟人家挑明说，我确实有对象，我也跟他摆清楚关系。我就问你，他怀疑有没有理由？有。就是人不可能没有理由的。同样的道理来了，你娶她到底是因为年龄到了，还是觉得她合适做你的妻子？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把这事儿说清楚。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么爱这个姑娘。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还是我俩毕竟相处了2年多，快3年嘛。
虽然说我比他大一些，但是还是从他身上发现了很多比较好的一些长处，所以说我才会选择要跟他走到下一步。你选择，他还得选择你啊。他还特别直男，我是不喜。他那个去你不喜欢，你也跟他谈了小3年了，你别说你不喜欢，你现在只是挑剔他。是啊，这么久谈恋爱可以做老公行吗？我直奔主题。我觉得我不想现在。我问的问题不是今天、现在、此时此刻，我也没有逼婚的意思。就是他是个好男朋友吗？是个好男朋友。他是个好老公吗？你觉得？或者他会成为一个好老公吗？这些我都不知道。所以你只是在当下嘛，这就是年轻人嘛，这就是他年轻啊，你没跟上人家的思维啊。其实我已经很包容他了。不，跟你包容不包容没关系，你能理解人家的想法吗？就是我现在跟你谈恋爱，我很开心，我压根儿没想着未来结婚的事儿，我是走一步看一步，我的理解对吗？就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有一天我就愿意嫁给你了，你一求婚我就同意了，对吧？很可能是10天，可能是半个月就同意了，很可能是10年，你说结婚我都不结，但是我就这么谈着，我理解的对吗？能理解吗？我不太能理解。对呀，你不太能理解，就说明你俩不合适啊，兄弟。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他真实的想法。他真实想法就这想法，他有啥真实想法？他肯定不是喜欢上别的人，对不对？不是喜欢上别的人吧？不是，您明确一点，你别含糊。明确，非常明确。不是因为喜欢别的人吧？啊，不是。对吧？就是觉得我这个阶段不适合结婚，但是跟他谈恋爱没有觉得不是吧？没有。就快乐多于痛苦，对不对？对。就谈恋爱就保持这个关系就挺好的呀，这是不是就是真实想法？是。啊，现在能理解了？还是理解不了。那你接受吗？我不想接受。那你能接受吗？不能。不能接受就分手嘛。这个就特别简单嘛，就是我们知道谈恋爱的几步嘛，对吧？热恋阶段，彼此的冷静观察的阶段，到最后我们要谈婚论嫁，对吧？就很多人折在了谈婚论嫁嘛。我可以特别清晰地告诉你，她现在没有做好嫁给你的准备，换另外一个男人可能也没做好，大概现在不着急那么急地进入婚姻，对吧？以后想要孩子吗，姑娘？想。什么时候要啊？30岁之前。25读3年28。毕业就结婚，结婚就要娃。暂时设想。就是他对未来的人生没有规划的那么长远，他没有那么迫切着急，像你一样，我35岁了，哎呀，我得要孩子了，我的人生到了这个阶段，我需要这样了。他的人生我觉得好像还稀里糊涂呢，他都不确定，是不是不确定？你也不能确定就嫁给这个人，对吧？对。听懂了？就人家是认真的在跟你谈恋爱，但是人家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我这么理解的对吗？对。就是对于这段爱情和感情，你是认真的，对吧？是。但是我现在不能嫁给你。你听听老师们的分析，这个背后道理是什么？你别上头啊！你要真爱他，你就等他，不着急嘛，对不对？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就像赵传老师说的，她并不是不想嫁人，只是她现在不想嫁给对面的那个男人。您当然顾及她的面子，说3年以后我毕业了，我走上社会了，我会考虑结婚生子。但问题是，人家等不起等不及呢。我认为这样拖下去，这段恋情并不是说更加的牢固，顺着您说的朝着婚姻的方向去了，甚至拖着拖着会脱媒的。所以今天作为男生，您要面对现实去思考这个问题。但作为女生，说的更加直接一点，评估一下，3年以后那个和你一起走进婚姻的男人有没有可能是他？如果说您认为
60的可能都没有的时候，就和他说清楚。因为我今天更多看到的是你对这段恋情力不从心。谢谢，谢谢于老师。小于老师，女生说得很清楚，在我看来也很理性。我现在就是恋爱，我不确定是否和你结婚，可能是你，也可能不是你，听明白没有？对。那么女生的那个暧昧和边界，也可能是她的日常交往的特点，也有可能自己心理上的一种暗示。我还有选择。你要知道，等她毕业以后，她做一个大女生的时候，她更加的理性。所以后面提的那些条件，她其实是有标准的。所以，至少我觉得，今天你是搞不定她。2年的时间你都没有征服这个女生，要和你走进婚姻，甚至看到一个红包还那么的逆反，这种预兆非常非常的不好。至少，他觉得一个爱你的女生应该是什么呢？我没有和你要准备结婚，我也没有准备这个阶段结婚，但是其实我心里怀揣着一个结婚的美好的愿景。如果看到这样一个话语“百年好合”，我至少带着欢心的，我不是一种反感。所以这种潜意识非常可怕。所以这是我给到2位的提醒，你们自己做决策吧。好，谢谢于老师。山大老师，哎呀，这不就是骑驴找马吗？这话有点难听，这话糙理不糙啊。就说白了，其实就是他想着前面是不是还有个西瓜，如果有这个西瓜的话，我就抱那颗西瓜；没有西瓜的话，我再捡回你这颗冬瓜，不就完了吗？就说白了，就是你不是他的第一人选。因为人家还年轻嘛，25岁还在读研，他的未来是无限可能的。我们就是说，人性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人家25岁，人家还有未来很大的可能性，凭啥不能等？凭啥不能挑呢？就说的再直接一点，你现在催我结婚，不就是要占个便宜吗？对吧？我现在不能跟你结婚，不是说现在，可能压根儿在我心里面，首先第一点，你不符合我嫁人的那个条件，所以我压根儿在此时此刻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第二点，我觉得我还能找到更好的，这就是他的真实心理。姑娘，我说的比较实在，但是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他开出的那些条件都是挡箭牌，只不过就姑娘不能更直白的告诉你，我今天当他的嘴替，我把他内心想说的话告诉你。如果你就是一门心思的觉得说你就是想娶她，那你如果能耗得起你就耗，你要耗不起的话你就撤。还有一点我提醒一下姑娘的就是，什么听我话呀，让着我呀，惯着我吗？这是爱的表现吗？是，但也不是。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里面更多的是顺从。他顺从你的原因是因为他带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娶到你呀。所以现在顺从你，大概率的你认为他的这些优点，在娶到的那一天，第2天可能都没有了。就这样。谢谢山大老师。严老师，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和我们的世界发展的非常的多元，非常的丰富多彩。任何一种关系，我们都没有必要一定说我们界定为它会发展到什么方向。只要这个关系存在，它是舒服的，是放松的，那么这个关系当中的2个人，我绝对能长久的走下去。如果这个关系是不对等的，是让人紧张的，或者一方紧张的，那这个关系都不可能长久。所以男生，你知道你失败在哪里吗？就这段关系当中，其实你是失败的那一方，或者说你是求而不得的那一方。你知道你失误在哪里吗？年龄？不是。经济？也不是经济。有些人37、8房子还没有，是你用了错误的思维方式去判断一个你的相处对象。所有的婚姻都是水到渠成，2个人志趣相投，目标一致。从我们相爱的那一天，决定在一起那一天，我们就要目标一致。你追她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姑娘还很年轻，还不稳定，她聪明，她优秀，她愿意享受爱情当中的甜美。但是她从和你好的那一天，你就应该知道，这不是一个3年内要结婚的人。
所以你一开始做了错误的判断，导致今天你就失败了，你是娶不到她的。谁说35岁非要结婚呢？有人规定吗？有法律规定吗？那是你的执念，不是别人的。你如果放下这个执念，我跟你说，这姑娘还有可能慢慢走到你身边了。她看到了一个无限发展空间的人，她看到了一个不束缚自己人生的人，反而会激起她对你心生向往，反而会激起她对和你结婚的一些好奇和勇气。你把自己弄成了死水一潭，对吧？谁愿意和你过日子呢？至少她不愿意。女生，我觉得，我没有对你有意见。我觉得你开开心心享受爱情，在这个年纪没有丝毫问题。你坦坦荡荡告诉他，时机成熟我会飞，但如果你能陪我飞，我也不阻挡。你要陪不了我飞的时候，请你祝福我，我也会把美好和祝福留给你。我觉得你保持这样一个状态，坦坦荡荡的，没有任何问题。谈一段恋爱一定要结婚吗？必须把婚姻许给你才叫认真恋爱吗？尊重自己的内心世界，尊重别人的需求，坦诚相待，我觉得这是一种关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姿态。我也祝福你遇到更好的人，我也祝福你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人生。如果他能跟你一起飞，咱比翼双飞；如果不能，我愿你越飞越高。谢谢。谢谢老师。别急着结婚，你真着急吗？真着急啊！真着急啊！真着急换女朋友。但是有些不舍呀。没有啥不舍的，你这治病嘛，体系的病嘛，你中医不是就讲平衡吗？你得平衡这件事儿啊。我想再争取一下。没戏，他要能马上答应你，他就不来这儿了。你别把他逼走了。就是你要真想马上就结婚，那只能换女朋友，找一个结婚的对象。但如果你就是跟他这个关，那你就别逼太急，知道吗？唉，行了，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吧，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唉，谈谈恋爱多好，那就想结婚，那怎么办呢？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们相处了也已经快3年了，这段时间呢，有开心的事儿，有难过的事儿，但是我感觉开心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我是真的喜欢你，真的爱你，我会为了你，变得自己更加的优秀，变得更好。希望你能给我这次机会，好吗？我也很明确，如果从谈恋爱的角度来讲的话，我非常愿意和你在一起的。而且跟你在一起确实也很开心，但是从结婚的角度来讲，我也很坚定我的立场，就是我现在不想结婚，就是这样。好吧。哎呀，又不是让你给病人诊断呢，弄得那么理性干嘛呀？又快乐又痛苦的干嘛呢？我这，哎呀，真是。谢谢2位，请回，请回，请回，谢谢你们，请回。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鱼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内容。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波峰兄预测一下。确实我们说爱情是感性的，但我还真蛮欣赏这个女生，在感性的同时，她有这么份清醒和理性，还蛮好的。男出女不出，是挺好的。就是我明确知道我的生活要什么，我不稀里糊涂被裹挟。来，于老师，没有对错，只有适合不适合。哎，就是预测男方出，女方不出。那我预测双不出。好，不能男生，你能不能就不要逼着她嫁给你？你要爱她，我们就不是人家现在就着急结婚，是人家已经双不出，谁也不退步，那就都别出了。哎，来，请开门，请开门。
你这出来怎么个意思啊？不是你出来什么意思啊？这婚还结不结？人家可没说不跟你谈恋爱，还谈不谈恋爱？但是我现在知道他的想法，不再催他了。你跟他说点感情的话，你说点情话呀！我的妈呀，真是！我爱你，还逼不逼？别走！还有呢？还逼不逼婚？我不再逼你了。人还在不在？听到没有？要不要上来？不逼婚了，姑娘还谈哈？把人姑娘吓跑了。哎呀，行，所以他们俩这个关系是最符合这个节目名称的，是爱情保卫战。只要有爱情，我们都帮着呵护呵护，维修维修，保卫保卫。是谈恋爱可以对吧？人家答应你轻松的谈恋爱，是轻松的谈恋爱吧？是的，是的。不逼婚了是吧？不逼了，再也不逼了。水到渠成是吧？是的。对呀，中医大夫你就应该明白这道理啊！10%，我们付出100%的努力，对吧？即使不成，我们也不后悔，是不是大夫？是的。多好，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来，请亮灯。这个，好好珍惜这姑娘啊，知道吗？就是特别好。我可以爱，但是我不能因为爱而失去自己，就特别的独立。其实男人和女人都应该这样，我们可以爱彼此，但是我们还是单独的个体。如果愿意一起走进婚姻，我们就在婚姻里去徜徉，享受幸福；如果不愿意，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一起可能没有这个婚姻，但是我们是深深相爱也可以，对吧？不要目的性那么强。是的，35岁。另外，男生即便3年以后走不进婚姻，这段恋情失败，也没有遗憾啊。我为自己爱的人问心无愧付出了，人生就留下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呢？不失败呢？也许回去了没几天也就结婚了呢。这世间的事儿谁知道啊？都不知道。谢谢两位，请回吧。就祝你们快乐、开心、幸福。谢谢，请回。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再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